好的，大家好，我是杨老师。现在呢，我们正在进行的是 HSK 6级考前辅导系列课程。那这个课程呢，可以帮助大家复习和准备 HSK 6级考试。现在我们正在学习的是 HSK 6级阅读的第一部分，也就是找病句的题目。在4个句子当中，你要找出来有问题的那个句子。那这个题这个部分呢，一共是10个题，所以你要去合理的控制你的时间啊，你最多用10分钟的时间要把它做完。那我们在前边呢，已经给大家介绍了一些重要的语法结构呀，还有重要的词汇。那现在呢，我们继续要去介绍的还是一些比较特别的词汇。那这些词汇，如果我们看到它，就一定要特别小心的词。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种我们需要注意的词就是能否、是否、可否等等这样的词汇，就是是不是、能不能这样的表示不确定的这样的词汇，你一定要小心一点。为什么呢？因为错误有可能就会出现在这里边。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题目有4个句子，我们来看一定有哪一个是错误的。A，幸福是需要分享的，而痛苦是需要分担的。这个句子有问题吗？幸福是需要分享的，而痛苦是需要分担的。这个句子没有问题。那这个而呢，表示对比，幸福是怎么样的，而痛苦是怎么样的，所以这个句子是正确的，没有问题的。第二个我们要小心啦，我们看到了能否保持谦虚的态度，可以让我们学到更多东西。拿这个句子，同学们读一读，想一想，你觉得对吗？能否保持谦虚的态度，可以让我们学到更多东西。如果我把能否换成能不能保持谦虚的态度，可以让我们学到更多东西。这个句子越读越奇怪，越读越觉得它不对为什么呢？因为前边是能不能，后边说可以，前边是不确定的，后边是确定的，那这个句子就一定是不对的实际上呢，保持谦虚的态度可以让我们学到更多东西，而不是能不能保持。所以呢，这个题目答案应该要选择 B。那正确的句子应该是保持谦虚的态度可以让我们学到更多东西那这个句子才是对的，不能用能否。那有同学说，老师，我看过前边用能否的句子，也好像是可以的。对，如果你前边要用能否的话，后边也一定要是不确定的。比如说，能否保持谦虚的态度怎么说？可以怎么说？不是让了就是可以影响，可以决定我们能不能学到更多东西。如果前边是能不能，后边也应该是能不能呀或者这种不确定的词才可以。如果前边不确定，后边必须不确定；前边确定，后边才可以确定这个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到前边的能否，后边就要去看有没有可不可以是不是等等能不能这样的不确定的词。如果没有，它就是错误的。那现在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C 和 D， 它是正确的。那对在哪里？我们要看一下。闻过则喜这是一个这个应该是那个叫什么？孔子的《论语》里边的一个句子，闻过则喜，听到错误就高兴。什么意思呢？能够坦然接受批评。同学们注意一下，坦然接受，坦然这个副词它怎么用你现在学会了。那接受批评这个也是一个搭配，你现在也应该记住了。
是自信的一个突出标志，是标志，是字句没有问题啊，突出标志没有问题。那这个句子它是正确的。第4个，如果一个人不知道他要驶向哪个码头，那么任何风都不会是顺风啊。如果一个人不知道他要驶向哪个码头，任何风，所有的不管是什么风都不会是顺风，这个句子也没有问题啊，这个句子也是正确的。那同学们呢，要把这2个句 D A C D 这3个正确的句子好好的读一下啊，因为它们是正确的句子。所以我们在这里呢要学到一个知识点，就是如果句子前边有能否、是否、可否这样的就表示不确定的，后边也必须得是不确定的，否则就是错误的。那现在呢，我们继续看一个练习题。我们来看这个 A， 有没有健康的身体有没有也是不确定的，是做好工作的前提，确定的。所以同学们读到这儿就应该确定的告诉老师，老师这个句子是错的，后边不用看了因为前边不确定，后边确定，它一定是不对的所以这个句子这个问题应该要选择 A。 那我们来看一下 B， 它是正确的，它对在哪里呢？今天多亏有你帮忙，要不然我一个人肯定忙不过来。那多亏什么什么，要不然什么什么，也是一个我们经常用的这样的一个连词结构，所以同学们要去记住多亏你帮忙，要不然我一个人肯定忙不过来这个句子请大家一定要多读几遍。好 C， 除了读书写作之外，闲暇之余我也喜欢收听广播节目。这个句子比较简单，除了什么什么之外，我也怎么怎么样比较简单，没有问题。 D， 饥不择食说的是人在饥饿的时候对食物不会那么挑剔，能吃饱就好。那这个也是非常简单的在什么的时候对食物不挑剔对食物挑剔，对食物不挑剔，这样的用法请大家要记住。那这个句子也很简单，而且呢通过这个句子你还学会了一个这个成语叫做饥不择食。你在特别饿的时候，你不会去想吃什么，你想的是只要有吃的东西就可以了。所以你不会要求我要吃这个，我要吃那个，我要吃这个，就不会了。你不会去挑剔和选择食物，只要有吃的东西就可以了。特别饿的时候，大家都是这样的。好，那 B、C、D 3个句子给了我们很多小的知识。那我们来看一下 A 的正确的句子应该怎么说呢？拥有健康的身体是做好工作的前提。同学们是不是很确定的知道这个句子才是对的呢？那如果我想用有没有有没有健康的身体是能否做好工作的前提。如果前面是有没有，后边可以说能否，能不能，所以两边都得是不确定的句子才可以。所以答案选择 A， 正确句子在这里，拥有是做好的前提，所以不能说有没有。好，那这里呢，我相信通过这2个例子之后，同学们一定可以很确定的知道这个词是需要注意的词，你看到了以后，你会很认真的去读它。那我们现在看这里A， 他这个人有不少值得表扬。他这个人有不少值得表扬。这个句子，如果你听过咱们前边的课的话，你一定知道这个句子对还是不对呀？他有什么？
它有什么呀？没有名词，不少值得表扬，没有名词，所以这个句子是错误的啊。所以这4个句子里边，错误的句子是 A 啊。我们学过那个有啊，就是要有什么，后边一定要有名词。那他这个人有不少值得表扬的地方。那如果你这个句子还是不确定，还是做错了的话，你赶紧回去看我们的有的那个句子，那个结构非常重要。好，那它是正确的，那我们来看一下 B、C、D 它是错误的。那 B、C、D 都是对的句子，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是不是有一些需要学习的内容呢？ B 浙江、江苏2省是中国稻米的重要产区。什么是什么呢？这2个省是产区，是大米的产区，没有问题。C 我们要注意了啊，语言是否流畅，是不是是衡量文章好坏的标准之一，好坏。那这个句子就是对的句子。是否是不是，好坏好不好，两边都是不确定的，这个句子才是对的。所以在这里呢，我要提醒大家，虽然我老师告诉你们了，你们要注意这些词，错误的可能性很大，但是你也不要只要看到它你就觉得它不对，你一定要认真的读一读句子。像这样的句子它就是对的，因为前边不确定，后边也不确定，所以它是对的。所以同学们呢，看到它们的时候呀，确实要小心，但是不一定它就是错的，你一定要认真的看到底是不是两边都不确定。如果两边都不确定，它就是对的；如果两边有一个确定，一个不确定，那它就是错的。好，那我们再来看 D， 以风景秀丽著称的阳朔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好，我们再一次看到了位于，我们看过地处什么位于，对不对啊？还有什么坐落在，这个我们之前都做题的时候都已经提到过了，请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一定要记住。那阳朔县位于广西，这个句子没有问题。那还有一点大家要记住的是，以什么什么著称的阳朔县，以什么什么著称啊，它很有名。它怎么有名呢？它的风景很漂亮，所以这个就说啊，以风景秀丽著称的阳朔县。那如果我没有这个部分，我把这个变成一个句子的话，阳朔县以风景秀丽著称，那这个句子的算是一个语法结构，你一定要记住了啊。那我们在之前呢还学过一个，就是有什么什么支撑的什么什么啊，那就是别人叫它什么啊，有什么什么支撑的，那个也是我们在前边的练习当中已经讲过的，也希望大家，如果你已经忘记了，一定要记得回去复习一下这些词呀。第一是在考试这个阅读第一部分里边经常会出现，它有可能是错误的，那所以你就要去小心一点。那还有就是你自己写东西的时候，你如果用到这个词，是不是觉得你的汉语水平特别高呢？所以这些词你还是需要去学习，最好能够记住，最好能够去使用它。好，这是我们的一个练习题。那这个练习主要的目的是告诉你，这样的句子两边不确定才是对的。那我们也要复习一下有字句啊，什么有什么，那这个什么的后边这个什么一定要得是名词才可以，你找不到名词它就是错误的。所以答案选择 A， 那有不少值得表扬的地方，这样才是正确的。好，那我们的能否是否
同学们是不是已经记住了呢？好，那再看一个例题，能否保持一颗平常心，是考试正常发挥的关键。同学们一读完，马上告诉老师，老师，这个句子怎么样啊？这个句子不对呀，因为前边不确定，后边确定，所以它错。所以正确答案就是保持一颗平常心是考试正常发挥的关键啊，这个才是正确的句子哈，不能再用能否了。好，那这里还有一个，有没有远大的志向和脚踏实地的精神，是一个人取得成功的关键。同学们读完了以后，马上告诉老师，老师，这个句子怎么样？不对，因为前边是有没有，后边是成功，所以前边不确定，后边确定，所以它不对。那正确答案应该是什么呢？如果你要用有没有远大的志向和脚踏实地的精神，是一个人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你加了能否，两边都不确定了，它就对了。或者是你把它去掉，拥有什么什么是取得成功的关键，两边都确定，它也是对的。所以上边这个错误，下边这两个正确。那到现在，我相信如果你以后再遇到这些词，你就一定不会再有问题了。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有一些需要注意的词，就是我们要考虑清楚需不需要不啊，需不需要不，我们要小心一点。有一些词它的后边是要用不呢，还是不用不呢？你要知道，你要注意，要小心。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 A， 梁羽生是公认的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祖师。这个句子，梁羽生是一个人的名字，他这个人啊是开山祖师，祖师你可能不知道，但是师你知道，有一种老师的意思，所以梁羽生是某一种老师，没有问题。B， 牡丹别名穆芍药，是花中之王，素有国色天香之称，有什么什么之称啊？这个是对的，没有问题。这个句子，牡丹别名什么？它是什么？它有什么之称？好，这三个句子都没有问题。第三个，为了避免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故，我们必须尽快健全安全制度。这个句子到底对不对呢？同学们知不知道避免这个词要怎么用啊？什么叫做避免呢？我不想让它发生。我为什么不想让它发生呢？因为它不好，所以我不要让它发生。所以避免这个词呢，就是避免的后边加不好的事情。所以我们看一看这个是不是哈？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故，不发生事故的话是好事儿，对不对？那这个句子就不对了，就有点奇怪了。所以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如果大家看到了避免、防止、以防、以免这样的词汇，一定要格外小心。你要看的是它后边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因为如果你要避免的话，你只能避免不好的事情发生。所以这个题目的答案就是 C， 就是 C。 所以避免再次发生不好的事情才是对的啊，发生不好的事情啊。
为了避免今后再次发生类似事故，我们必须尽快健全安全制度。那这个句子才是对的，同学们一定要记住了。如果你要避免，你避免这个词的后边一定是不好的事情，同学们一定要记住。所以这个题目应该要选 C。那么这个 D 它是对的。拉萨的天空总是那么湛蓝透亮，好像用清水洗过的蓝宝石一样。拉萨的天空好像什么什么一样啊！同学们可以把这个给记住啊，用清水洗过的蓝宝石一样啊，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句子，特别美的一个句子。你能够想象到这个特别漂亮，所以呢，大家可以记一下，像什么什么一样。那当然了，在这里你也要记住，后边需不需要不？那你要去考虑避免的后边是不是不好的事情。当然了，我要告诉大家，避免的后边呢，不是说不可以有不，也可以有，但是你要注意的是，它的后面是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就可以了。你如果要避免，它一定是不好的事情。好，那我们再继续看A， 在家人的照顾下，他很快恢复了健康。这个句子是正确的，因为有家人的照顾，他恢复了健康。恢复健康，请大家一定要记住。B， 保持好的心情，关键是要有一个好的心态。比较简单，没有问题。C， 商业广告显然不同于公益广告。商业广告不同于公益广告，没有问题。显然是副词，在动词前边，没有问题，因为它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带有什么什么色彩，没有问题。带有功利色彩，没有问题。D， 为了防止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件，有关部门及时完善了管理措施。这个句子你是不是觉得跟前边那个句子是一样的呀？只不过它换了一个词，前边那个是避免，这边呢是防止。那我要告诉大家，防止的后边也应该是不好的事情啊，因为防止也是我不想让它发生。为什么呢？因为它不好，所以这里又有一个不在，那它就不对了。所以答案选择 D 啊，也是防止再次发生不好的事情。为了防止今后再次发生类似的事件，因为事件就是不好的，所以有关部门及时完善了管理措施。那同学们到现在把这两个词牢牢地记住，一个是避免，一个是防止。当然了，还有以免和以防，它们都是一样的啊，都是后边要加不好的事情，因为我们不喜欢，所以我们要不要让它发生。好，那现在再来看一个例子。A， 天凉了，你要穿多点衣服。这个上节课刚刚讲过，对不对？你要穿多点衣服。你穿衣服，主语、动词、宾语没有问题，多放在这儿就不对，所以多应该在前边，因为它是副词啊。当然，多是形容词，它在这里做副词的用法啊，所以这个句子就是错误的。那也就是说 B、C、D 都是正确的，所以我们来分析一下它们到底对不对。B， 老师的鼓励使他信心大增。我们的使字句在前边也已经讲过了，对不对？鼓励是一个名词，名词使什么事情发生呢？他的信心大增，他的信心增加了。好，这个句子也是对的。复习一下使字句。那 C，
昨天睡得很晚，所以第二天9点多我才醒来。因为所以没有问题，9点才醒没有问题因为才就表示晚的意思。好 ，C 这个句子也是正确的。那我们来看 D 对不对呢？为防止在野外活动中迷路，你必须掌握定位和测向方法。防止，我们看到了防止了。老师告诉过我，看到防止要小心一点儿，防止的后边都是不好的事情，我得看一看。为防止在野外活动中迷路，迷路是不好的呀，防止迷路，没有问题，所以这个句子是对的。好，我们看一下这个题目的答案，应该要选择 A， 答案应该是你要多穿衣服，这个才是对的。那么我们的这个 D， 防止迷路，迷路是不好的事情，所以这个句子是对的。那同学们到现在是不是对防止避免以免以防这样的词更清楚了呢？那遇到这样的词，你就要小心一点儿，你看看它后边是不是不好的事情。好，那这就是我们的这个题目。然后我们再来看，妈妈把茶几擦得一尘不染的干净。这个句子是不是见过？是不是在学习的过程中，老师已经给你做过练习了呀？这个对不对？同学们还记不记得这个句子对不对？如果老师讲过的话，它应该就是不对的我们一会儿来看答案 ，A 是不对的。那我们来看这里 B， 笔画多的字写起来麻烦，可是认起来未必难不难。麻烦用可是没有问题，关联词一定要注意，没有问题。C， 锻炼的时候运动量要适当，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以免对身体造成伤害。以免，老师提醒过我要注意，后边好不好呢？应该是不好的，对身体造成伤害是不好的，这个句子没有问题。那 D， 陶渊明流传下来的诗歌大约有120首，另外还有散文、词赋多篇。诗歌有120首，没有问题，这个句子是正确的。所以这个问题 A、B、C、D 这个问题呢，答案应该是什么？如果你学过我们的句式杂糅，就是2个独立的句子揉在一起，你学过那一节课，你应该还记得 A 是错误的。你可以说擦得很干净，也可以说擦得一尘不染，但是你不能说擦得一尘不染的干净，这个句子是错误的，答案应该要选择 A。 那我们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如果以免的话，它后边是不好的，造成伤害的话，它就是正确的句子。所以同学们到现在是不是对这几个词已经很熟悉了呢？好，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另外的一个题目。 A，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有获得就必然有付出，有什么就有什么，这个句子没有问题。 B， 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会采取那样的手段来处理这个问题的。那我不太清楚同学们有没有学过这个万不得已这个词呀？学过吗？没办法了，万不得已，没办法了。学过吗？如果没有学过，老师在这里就真的要去讲一讲这个了那
我首先要告诉大家，这个句子是错误的，所以这个题目答案就应该要选择第二个 B。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不到万不得已。那大家一定要记住，不到万不得已的后边必须得是不。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这样做。如果不是没有办法了，我不会这样做。它是这样的意思。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做这个没有这个不好的事情。我已经没有办法了，所以我做了啊。所以这个句子，请大家一定要记住，如果你看到了不到万不得已，后边必须有不，如果没有不，它就是错误的。意思是，如果我不是没有办法，我就不会这样做。好，答案选择 B。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C 和 D 都是正确的，它们对在哪里？我们需要记住什么 ？C， 幸福没有快车道，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坚持和不懈的努力。幸福来自什么？没有问题。D， 企业管理水平低下和核心竞争力不足这两个问题是阻碍一些企业壮大的两大顽疾，阻碍壮大的病啊。那这两个是顽疾，什么是什么？没有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这个 C、D、A 都没有问题。我们来看一看 B 这个句子，我们说过，不到万不得已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采取那样的手段来处理这个问题的。所以呢，你必须得在这儿加一个不啊，我是不会采取的啊。所以同学们在这里啊，不管以后你会不会遇到这个，有可能你不会再遇到了，因为这个题目已经考过了。但是呢，你还是应该记住它，因为这个你也可以用。有的时候吧，你做了一个选择，这是一件特别不好的事情，你做了，你觉得有点不好，但是呢，你又真的没有办法，所以呢，你会向你的朋友们解释一下，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这样做的啊。我是真的没有办法了，所以才这样做的。那这个句子，请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一定要记住。好，那我们的这个已经学完了，所以这个是注意需不需要不呢？不到万不得已的后边需要一个不。好，那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个题目，这个哇，4个句子都很长啊。读完它也需要时间吧，我们快一点读。A， 虽然说付出才有回报，但付出和回报并不总是成比例的，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虽然但是好像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成比例不成比例啊，这个也是请大家要记住啊。付出和回报，你给别人的和你得到的不是总是成比例的，不是总是差不多的啊。有可能你付出很多，但是得到很少啊。有可能你没有怎么付出，但是得到很多啊。所以呢，虽然有这样的说法，有付出就有回报，但是呢，不是总是成比例的，这个句子没有问题。我们来看 B， 信念一旦形成，就可以产生强大的推动力，能使人们为实现某个目标而持之以恒的奋斗。那这个句子很长，对不对？一旦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请大家记住。产生什么呢？产生强大的推动力，产生推动力啊！你也要记住产生什么，你记住。那
推动力，这个推动力怎么样啊？可以使人们奋斗啊，所以使字句，如果这个使没有的话，它就错了，对不对？你把这个句子读一读，推动力使人们奋斗，使人们奋斗怎么奋斗呀？为什么奋斗啊？为实现某个目标而奋斗，为什么什么而奋斗，为什么而做什么，也是你需要去记住的。你看这一个句子里边这么多的词和语法，都是需要你认真的学习一下的啊。所以正确的句子对你来说也是有用的。好，我们来看 C。和你一同笑过的人，你也许很快就会把他忘却；而和你一起哭过的人，你也许一生都会记住他。虽然特别长，但是句子特别简单。和你一起笑过的人，你可能很快就忘了。那和你一起哭的人呢，你会一辈子都记得他。很简单。那这个而呢？笑过的而哭过的就不一样了，没有问题，有一点对比转折的意思，没有问题。那 A、B、C 都没有问题，看来我们的 D 有问题了。我们看一看，人们往往把交往看作一种能力，把什么看作什么，没有问题，却忽略了独处也是一种能力，不善交际固然是一种遗憾。这个固然啊，它的意思是虽然的意思。不善交际，你不擅长跟别人聊天跟别人交往，虽然说呢，它是一种遗憾，不带孤独也未尝是一种很严重的缺陷。同学们知道未尝吗？知道这个词吗？你知道怎么用吗？所以 A、B、C 我们刚才看过都没有问题，那 D 一定有问题，前边没有问题，那这个就一定是有问题的。所以现在呢，老师要教大家未尝这个词要怎么用。好，如果你要用未尝，你就必须得说未尝不是，未尝不做，未尝不会，未尝总是要跟不在一起。如果没有不，这个句子就一定是错的。那么不耐孤独也未尝不是一种很严重的缺陷。那么未尝不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就是是。不耐孤独是一种不耐孤独也未尝不是一种很严重的缺陷。对，它的意思是是的意思。所以不耐孤独也是一种很严重的缺陷。你没有办法忍受孤独，你不能一个人待着，你一定要跟很多人在一起，那这个可能也是一种缺陷，一种问题，一种缺点。所以在这里呢，要告诉大家未尝这个词必须要说未尝不是。好，那比如说在这里呢，老师给大家找了一个例子，可能稍微简单一点啊。那他说呢，有时候放弃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儿，可能也是一件好事儿。如果一味的去追求，一味的想拥有，就会陷入忙乱中，不如重新审视一下，放弃一些不必要的东西。我们说呀，就是如果你一直追求一个事情，如果你有一个目标，你一直努力，这个当然是好的，可是有的时候呀，也可以放弃。放弃有的时候可能也是一件好事儿。所以我们说，放弃有时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所以它的意思是，可能也是一件好事。那同学们现在看看这个句子，稍微简单一点，同学们是不是明白了未尝不是是什么意思了呢？那我们刚才说的不到万不得已不怎么样和未尝不怎么样，
那都是我们汉语里边后边一定要加不的词。当然了，不仅仅是只有这2个词后边一定要有不，还有一些别的词后边也应该有不，那就要求同学们自己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认真的学习，认真的积累啊！因为我们是在考试中出现过这2个题，所以老师在这里专门的去讲解一下。但是更多的词可能还是需要靠大家自己来准备、来积累。好，那这是我们的这个需不需要不的这部分的一个题目和练习。到这里我们就已经讲完了。我相信通过我们的这些练习和讲解呢，同学们对于用不用不前边怎么样，后边怎么样，有一些词你都会注意起来。那它们都是很有可能出错的题目，这样的题目你要在读的时候稍微认真一点，你就会发现这个对还是不对，那可能就会让你更快的找到错误的句子。好，那我们现在呢，先休息一下，然后我们继续学习下一节课。